大家好啊，我是优步。上一期的视频中啊，我们讲解了《心经》的经文舍利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得知人死了以后的骨灰所留下来的那些一颗颗小小的像种子一样的颗粒，就叫做舍利子。但是啊，《心经》经文中的舍利子指的是舍利这位母亲的儿子，也就是佛陀10大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来学习《心经》的经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么为什么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要知道，不异的不是一个否定词，而异呢，则是一个差别项。如果我们用一句白话来看这一句，就比较容易了解了。说色是一种相，这种相不是一个肯定的，可是也因为要有这种相，才能肯定一些什么，这就是不异的意思。为什么又讲不异于空呢？因为色蕴的形成啊，要有相，我们从这个相上分别认识之后，才有空相。如果不分别，就没有空相。色、受、想、行、识是一个自我的组成的条件。假使这个自我以五蕴而言，必须色、受、想、行、识起变化、生作用才会有相。不起变化、不生作用，色蕴它连相也没有，那就可见色蕴形成之后，还有一个正面的、负面的或者相对的。可是为什么说不异于空呢？比如一个人的自我相应于外面的色尘缘境，这些色尘缘境跟我的确没有关系，因为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某人跟某人之间的事儿。对你而言，可以说就是不异于空，因为这个不跟你没有关系，这个异是因为你的我跟他的那个我不相同，所以对你而言所显现的就是一个空相。这个空相啊，是根据五蕴的色蕴来说的。你的色蕴不同于别人的色蕴，相互之间是不异的一个空相，可见色与空的关系。不异，它是指色蕴的那个蕴，因为每个自我的感受不同，想法不同，做法不同，换而言之，就是色蕴不同，当然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同，所以有其差异。同样的时空，不同的内容，这个色与空的关系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色蕴的不，我的色蕴跟人家的色蕴不相同，这中间的不是说我的色蕴是我，他的色蕴是他的分别。为什么说有差别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业力不同，或者也可以说每个人的知识经验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的修养也就不相同，因而他所展现出来的色与空的关系也就不相同。要了解不相同，除了不之外，还有一个差异性，因为不的本身是一种分别，这个分别含有不一定以及差异性，所以不异一定要了解是从分别到差异，可以说是从一个概念的相深入到细的相，也可以说是由粗的相到细的相的差异。这就是五蕴中间的色蕴跟空的关系。否则的话，
就只是一味的否定一个有相而已。所以说色蕴中间的有啊，经过感受以后，到思考，到行为，到完成的结果，这都是属于五蕴。五蕴从色蕴发起产生作用，必须呢要使外面的色尘缘境完成了法的样子，也就是所谓的色法。完成了色法，色蕴才会起变化生作用。色法是来自法尘，而法尘则来自色尘。所谓的色尘啊，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东西。当我们的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不去接触这些色尘，色声香味触的话，这个色尘对我们而言并没有什么意义。一定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东西跟色声香味触相接触之后，一根加入，这个时候的色尘才能转变为法尘。因为接触而能够认知，法尘来自色尘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哪里呢？换言之，色尘形成法尘，一定是要经过我们的一根参与，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个色尘才能转变为法尘。如果一根不去参与，就不可能分别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或者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味道，因此也就不会展现这些现象了。由色尘转变为法尘，必须五根跟五尘相接触，完成色尘，然后我们的一根再来参与，才能显现成法。一根啊，我们称之为变化根，它的变化可分为两个方面。一呢，是五根的任何一根和前面的五尘接触后，一根都会参与，即使五个根全部跟五尘相接触，这个一根也会同时参与。所以这是一根第一个变化根的意思。第二个变化根啊，就是当基本的五根与五尘相接触之后，只是产生了一些概念的模糊的物质现象，必须要意参与才会转变为法，也才知道这种物象有什么作用，对它有什么认知，或者会产生一些什么现象。这是一根具有第二个变化根的特性。在唯识学中啊，是谈根与尘相接触，意呢参与，由根尘转识，所以我们称意为了别。但在般若学这方面，一根完成了法尘之后，并不表示五蕴就完成了，因为这时候啊，我们人的自我或者是心经所讲的心会产生反应，这种反应并不是五蕴完成的反应。色法完成啊，必须要心相应于色法，色蕴啊才能够明显的完成。如果心或者那个我不跟色法打交道，色蕴啊还是不会完成。五蕴起变化生作用，都是在于那个心跟我，或者成为心，或者成为我。没有这两者的话，五蕴就不可能形成了。那么色蕴形成，有了感受就会去想，想了之后呢，就会去行，行之后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我们称之为识。我们常说五蕴即我，所以这中间要了解我有真我，有假我，一个是印象的，一个是概念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哪一个是假我呢？经过五蕴色受想行识，我们肯定会分别出一个结果，这个时候啊才是真我。可是
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为什么？因为即使有了色、受、想、行、识5个东西的完成，你还是不能肯定这是熟悉的或者是陌生的。因为每个人的我常常会产生2种现象，一个是熟悉的，一个是陌生的。那么凭什么而产生呢？就是因为那个我的五蕴起了变化，产生了作用，完成了一些现象，那个我就会有一个动作，就是它会回到我们的如来藏去搜寻。如来藏里面对这些展现出来的现象或者分别出来的结果，如果有，就表示是熟悉的；如果没有，那就是表示是陌生的。如来藏里面有业的种子，同时也有道的种子。从这些种子的内容来看原来所展现的那些现象或者分别以后的结果，是属于业的还是属于道的呢？能肯定是业的，它是一个真我的样子；是道的，也是一个真我的样子。如果不能肯定这些现象或结果，也就是说如来藏里面对这些是陌生的，那这个是假我，不是真我。此时的这个假我就是要跟意再来打交道，就回去再跟眼耳鼻舌身这5根的任何一根，或者所有的根和前面的色尘再次接触，收集资讯，去认识一些什么，然后再由这个一根反映给那个假我。这个假我经过再造作之后，这时候显现的结果就是真我。所以真我假我不是说我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假的。所谓假我是对这些现象不能肯定或者分别，能肯定的话是真我。千万不要把这个真我当成是一个道我或者一个真如之我。我们要知道不是未形成，异呢是一个差别相，这中间就有不异的含义。因为色法是色尘和法尘而完成的色法，进入到色蕴以后因感受而思考而行为，最后得到一个结果。所以这个色与空的关系它是包含了前面的色尘法尘进入到色法，色法是色心相应之后才能完成色蕴的。所以说于色法而言它有不异的这种差别，因为它是从有而显空，所以空是空其相，不是真正把它空掉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色与空的关系是如此，不异就是因为色与空是从有去认识去了解的。不管你有没有突破，有没有发现，这都不是问题，可是它一定可以显现出不异的样子，也就是不异的这部分是你能够去体会的，我们能够感受而且可以知道的差异相，这就是色与空的关系。我们肯定色是一个有法，这个有法是根据色法，而不是来自色蕴。因为色蕴的本身它不是一个物质体，而色法是一个物质体。如果我们讲色蕴是精神，那么色法是物质，整个色受想行识这5个东西都是偏于精神作用。那是因为这个物质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精神作用，所以形成了空。空是空有相，也就是空物质，而不是空精神。这里讲色不异空，当了解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从有的突破去空掉那个有相，而不是从有的突破显现另外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那么好，这一期关于心经的经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该如何去理解呢？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继续探讨心经的经文，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游步在这里祝您60吉祥，身心安乐，法喜充满，感恩大家，我是游步。